中国乒乓球队曾经的一哥张继科最近麻烦可大了。3月30号，有人在新浪微博上贴了一个帖子，这个帖子上附了一个爆料论坛的截图。这个截图上讲啊，张继科因为还不上赌债，把自己和景甜的私密照报给了债主，债主拿着照片找景甜要钱，景甜把债主给告了。景甜是谁？大家应该都知道，是一个电视女演员，长得还挺漂亮的。你想想，这个帖子里头啊，有娱乐明星，有体育明星，有性，有敲诈勒索，有犯罪，几乎集全了公众对这些演艺明星啊、娱乐界的这种八卦信息围观的所有的要素。所以这个帖子一发出来之后啊，立刻就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第二天，张继科的工作室就发了一个声明，说啊，张继科先生啊，没有任何债务纠纷，更不存在损害他人的隐私以求质保的情况，谣传内容纯属捏造。烦请公众保持理性与客观，辨明事实，勿受别有用心之人的误导。同时，最后他还讲了，我司目前已经委托律师予以举证，并将重点侵权用户提起诉讼，以维护张继科先生的合法权益。应该说啊，张继科工作室的这样的一个声明啊，是目前啊国内的这些娱乐明星面对危机公关的时候的一个标准流程。只要网上有对这些明星的不利信息，先发一个声明。这声明一般来说就是先说这是假的，第二马上给我删除，第三不听的话我就起诉，三部曲嘛。更何况啊，中国的法律对这种所谓的隐私权的保护啊，怎么说呢？它就比较偏向这些人物。大家记不记得有一个那个明星叫吴亦凡呢？他后来不是被抓起来了吗？抓起来之后，大家才发现啊，早在几年前就有人在网上说吴亦凡啊跟那些人约炮啊，跟多名女性发生不正当关系啊。吴亦凡当时就把这个人告上法庭，而且还赢了啊。结果后来吴亦凡被抓起来之后，这个判决就变成了一个笑话。所以一般的公众面对这些演艺明星，你就算说的是事实，你也不一定能打赢的官司。所以多数情况下，大家一看到这种声明，肯定会马上删帖。就在第二天，那个发在新浪微博那个帖子也就删了。没想到啊，3月31号的午夜凌晨，有一个叫李薇敖的记者啊，登上了公众的视野。他发了一个帖子，这个帖子是这么讲的：从几年前我看到并掌握的部分司法材料看，张继科将景女士的私人视频传给他人，此情况属实。这个帖子可不得了，虽然只有寥寥数语啊，但是杀伤力十足。首先啊，他说我看到并掌握的部分司法材料看，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他看过这个案子的案卷。最后他说此情况属实，这个可不是判断呢，也不是猜测啊，这是盖棺定论的。所以他这个帖子出来之后，立刻就掀起了公众对这件事情的第二轮的围观高潮。第二天，张继科委托了一个叫杨曙光的律师，又发了一个声明，说啊，对这个有些不听的人，我们马上就要起诉。这个律师函虽然没有点名李薇敖，但大家都知道就是写给李薇敖的。但是这个李薇敖啊没有怕啊，在这里我给大家补充一个信息啊，这李薇敖啊原先是财经杂志的记者，后来在南方周末也干了一段时间，现在好像是经济观察报做深度报道的记者。当年武汉疫情的时候，他就在武汉做报道。李文亮去世的当天夜里，我记得啊，他好像是第一个赶到了医院。在这件事情过程中间，他面对对方的这个律师函的时候，他没有怕。他在3月31号，对方发完这个律师信之后啊，他下午又发了一个帖子，这个帖子啊杀伤力就更大了。他说啊，司法材料显示，对外泄露的景女士的私密视频一共有3条，还有1条视频截图。张继科承认给他人看过上述视频中间的一段。另外，前几年张继科被债主起诉，起诉后张继科还还了人家100多万，但是他没还清啊，欠条一共是500万。这个欠条现在还在债主的家人手中。这第二个帖子啊，为什么说杀伤力更大呢？就是他爆了更多的细节。他说这个他手上景女士的这个私密视频一共有3条，其中有一个还有视频截图。那这些细节是编不出来的，
而且张继科作为当事人，他肯定能判断出真伪。所以在我们看来啊，如果你爆料信息过程中间细节越多，其实可信度越高，这是一个基本原则。第二天他又发了一条，4月1号，他说这个案子不是一个普通的事情，那个敲诈景田的那个人现在已经在服刑了，就是敲诈勒索。张继科在这个案子过程中间，你到底扮演什么角色？你自己不能公开回复一下吗？所以你看到了吗？这李卫尧面对对方的律师函，不但没有这个后退，而且还越战越勇。据他自己讲，他是看到了那个当时发的第一个律师函，就是张继科的那个工作室发的律师函里面，威胁网友，让他觉得这件事情他不得不站出来。4月2号晚上啊，他在自己的公众号里发了一篇文章，这一篇文章里头啊，他爆出了一个具有爆炸性的证据，就是张继科的欠条，欠别人500万的欠条。那里头清清楚楚地写着张继科3个字，欠人500万。这个证据爆出来之后啊，应该说张继科立刻就给吹没电了。有人就问他的律师还起诉吗？那律师就说暂时先不起诉了。然后有记者打电话给张继科，张继科说没这回事儿，但是问他是什么没这回事儿啊，他又不回答，他就把电话挂了。爆料了你就是因为欠债的原因，曾经把某个女演员的私密照片给别人看，请问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啊？没有哈，没有。哦，那是因为欠债的事情没有，还是发照片的事情没有？应该说张继科赌博啊，其实在业界啊很久以来就有报道，也有传闻。体坛周报多年前就报道过，16岁的张继科，也就是2004年他刚进入的国家队，他就拿他自己队里头大哥的银行卡去赌博，结果呢一下赌了输了很多钱，输了钱之后呢，他没有办法面对，他就跑了。后来国家队就好不容易把他找到之后呢，就把他送回到青岛。2年之后才重新回到国家队。2008年之后，他开始出成绩啊。随着成绩越来越变好，他挣的钱也变多了。他也是我们国家继孔令辉和刘国梁之后第3个获得大满贯的运动员。但是随着钱多、荣誉的到来啊，这张继科赌博的毛病没有改好。2015年，德国的《明镜周刊》采访的时候就问他关于赌博的事情，说他当时在德国比赛之余啊，就跟别人就去了赌场。当时还有人要他回复这件事情，他也没回复。还有人在澳门的赌场里就看到过他在赌桌上跟另外一个演艺明星啊共同在那地方赌博。这2年呢，张继科赌博啊，他比较喜欢去金边。大家可能不知道，金边有一个非常大的赌场，这个赌场的老板是个马来西亚人，还有一家上市公司在这个香港。据说这个马来西亚人呢，他跟洪森家族的关系非常好。这个赌场中间就有那 VIP 室，接待这些有钱人，还有这些明星啊，都有一些优待。什么优待呢？就是说你去赌钱的时候可以不带钱，不带现金，现场有人借给你。全世界的这种华人赌场都是如此，不光是澳门的，新加坡的也一样。大家记得前几年孔令辉那赌博的事件吗？他和自己的朋友去新加坡去赌博，人家看他是孔令辉，就借了他100万新元。结果他跟他自己的朋友到了 VIP 室之后，3下5除2输完了。输完了之后，他只还了一部分，没有全还。后来人家那金沙赌场就在香港起诉他，起诉他之后呢，就被香港的《文汇报》爆了出来。结果孔令辉立刻社会性死亡。所以你就知道，其实这些赌场啊，借给这些名人的钱，他是不怕你不还的，因为他知道只要把这个消息爆出来之后，你肯定就完蛋。所以孔令辉就是非常现实的例子嘛。所以这些人到赌场真的可以不用现金，旁边你只要赌就有人给你钱。这个张继科到金边赌博的时候啊，应该说就认识了这个 S 先生。这 S 先生就是在赌场里专门给别人放贷的。张继科从他那借了500万，借完之后，这是2019年的事情啊。借完之后，张继科肯定是钱输了，没有还，人家这个 S 先生去找他要啊，对吧？他这个时候也没有钱了。张继科这些年要说是挣了不少钱，有人给他统计过，2016年奥运会啊刚结束的时候，他这1年的收入啊有6000万，一方面有奖金，还有很多商业代言，
同时他还去各种各样的地方去带货，在网络搞直播等等啊。那么虽然这几年可能没有2016年挣的那么多了啊，但是每年赚的钱肯定是数以千万计。但是啊，这个一旦人沾上了赌博，这钱呢再多都是一个无底洞。你想想，你在那个赌场里 VIP 室里头，一晚上输掉1个亿都很正常。所以呢，张继科虽然挣了不少钱，但是呢，他其实没钱。这些年业界里就反复在讲，他找很多人借钱，基本上在娱乐圈跟他认识的人，他钱都借遍了，而且借完就不还。所以他没有钱还人家 S 先生，因为 S 先生就找他来要钱。这个时候他就想到了一个馊点子，他想让 S 先生找这个景甜去要钱。景甜呢跟他谈过一段时间的恋爱，2018年2月份的时候，他们两个谈恋爱的恋情曝光。但是两个人好了1年零4个月，在2019年的6月份的时候就分手了。结果呢，你想想，这张继科呢就把他跟景甜啊谈恋爱期间拍的床笫之欢的视频呢，给这个 S 先生看了。据他说，只给他看了，没给他。但是这就比较蹊跷了 ，S 先生拿到了这个视频，并且截图，就把这东西发给了景甜的经纪人，要求景甜还钱。还2200万，最后谈到1700万，这是2019年12月份的事情。2020年的2月份，景甜选择了报警，于是 S 先生落网，公安机关抓获他之后，最后给他判处了有期徒刑7年。在法庭审理的过程中间，这个张继科还出庭了，他是以证人的身份，他作证，他曾经把这段视频给这个 S 先生看了一下，并没有承认他把这个视频给了 S 先生。这就是这个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啊。看完这个故事之后啊，应该说我有2点不解。第一点不解呀，就是说现在爆出来的张继科借 S 先生的是500万，但 S 先生找景甜去要2200万，为什么会差这么多？这我看来只有几种可能啊。第一种可能就是张继科借的钱不止500万，还有很多其他的钱。也就是说，他借 S 先生可能借了好几个500万，那么最后这 S 先生统一都去找这个景甜去要去了，这是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就是他这个借款本身呢，大家看一下这个借款的合同啊，他这个利息约定的非常有意思啊，就是他这个借款周期是25天，25天之后的利息是月息1.99%。熟悉我们国家法律的人都知道啊，中国不保护高利贷，借款利息最高1年就是24%，这1.99刚好是我们国家法律保护的借款利率的最高值。但是大家注意到了吗？前面这25天利息是多少？不知道，这个条上没有写，没有约定。其实双方一定有约定，熟悉做赌场的人都知道啊，赌场里面的利息一般都比较高，往往是以天计、以周计、以月计，说实在的，一个月要15%，要30%的都比比皆是。所以有很多借款的时候，你比如说你借500万啊，很可能你就只能拿300万走，那200万直接就扣下来，然后你1个月之后还要按照这个所谓的月息1.99%来计算。那也就是说，张继科有可能跟这个 S 先生约定的借款是存在着另外一个双方约定的利息，这是25天的，但是没有体现在这个合同上。这是第二种可能。第三种可能就是张继科可能的确只借了 S 先生这个500万，但是他还欠很多其他人的钱啊。他有可能是希望 S 先生找景甜多要一点钱，要完之后他也能分一点，然后呢拿这个钱去还其他人的赌债，这也有可能。应该说这件事情是有点渣呀，对吧？他做的有点渣啊。这第一个我不解的地方啊。第二个就是说，在本案中，张继科啊，他是一个证人，但我看完这所有的来龙去脉之后呢，我越看我越觉得他像一个同案犯。为什么呢？首先啊，他向这个 S 先生要钱借钱，那 S 先生怎么去找景甜去要钱呢？他又不认识景甜，对不对？首先是张继科把这个私密的视频给了这个 S 先生，虽然他在法庭上没承认，但其实肯定是给了嘛，因为这个私密视频只有他跟景甜在一起的时候拍的嘛，别人不可能有。
那么 S 先生手上的这个隐私视频，只可能是张继科给他的。而且后来他在找景甜要钱的过程中间，因为景甜没答应嘛，这 S 先生还曾经想把他手上的隐私视频卖给其他的小报记者，给其他的那些报社记者看了，但是没卖成功。那就说明这 S 先生手上这个视频一定是张继科给了他。那从法律上来讲，他把他跟自己女朋友谈恋爱期间的隐私视频给了第三人，已经构成了侵害景甜的隐私权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问题还不仅如此，他还不是一般的给，他是让这 S 先生拿着这个隐私视频去敲诈景甜呀。S 先生为什么找景甜要钱呢？据这个有关人士说这个张继科说他跟景甜之间有共同的房产，所以他让这个 S 先生去找这个景甜要钱。那这个事实是不是事实呢？如果不是事实，他虚构事实，引导人去敲诈勒索，那我觉得他也是属于敲诈勒索的共案犯。第三，其实他也没有景甜的联系方式，他去找景甜去要钱，他跟景甜已经分手了。这件事情啊，到底是这个 S 先生自己想出来的，还是他暗示 S 先生，还是他指使 S 先生的，我们现在都不知道，因为现在没有披露更多的事实。但是在我看来，这里头有很大的嫌疑，是他引导 S 先生找景甜去要的钱，否则他那个人八竿子打不着的，在金边一个放高利贷的人，怎么可能想到去找景甜要钱呢？景甜跟张继科都已经分手了，对不对？李维敖的那篇文章里头也提到了，说法官在现场审理的过程中，对张继科在本案过程中间的证人身份，其实是觉得有点奇怪的。我也觉得奇怪，为什么他不是这个犯罪嫌疑人的同案犯呢？所以关于这起案子，我现在觉得扑朔迷离。虽然这个案子已经结案了，有很大一种可能是张继科动用自己的社会能量、社会关系，使得自己从这个刑事案件过程中间脱身而出了。说完这个故事，我来讲这么几点。首先我觉得在中国不仅仅是政府缺少监督这些公众人物、娱乐明星也缺少公众的监督。但是可悲的是如果一个社会中间政府不能被媒体所监督的话，其实这个媒体也就很难监督这些娱乐明星，你不觉得吗？这些明星我们看起来在表面上媒体中间都非常光鲜照人但是有很多人其实在暗底下干的都是鸡鸣狗盗之处这行为只有一个健全的媒体监督他们才会其实把一个真实的状态呈现给公众面前。你想想，张继科如果他要是赌博的事情早些年被报道出来，他还能这些年拿商业代言吗？还能在直播间里带货吗？他早就社会性死亡了，对不对？但是他这么多年赌博，你想想就始终也没有媒体进行比较充分的报道。那外电的报道在中国也几乎没有看得到嘛。所以我们的媒体对这些公众明星的监督非常之弱，是因为在这个社会中间，我们媒体它本身监督的权利就不受法律保护，它既不能有效的监督政府，也不能监督这些娱乐明星，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这是个举国体制体育运动举国体制培养出来的这些人员，多数情况下都没有一个健全的人格。他们很小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去上体校，是吧？然后就专业课就不学习了，基本也没受过什么人文文化教育，导致这些人呢，可能有很强烈的功利心，在专业领域内他可能确实也非常了不起，但是他面对这个社会过程中间，你发现了吗？他们有的时候他不但没有那种正常的道德观，甚至都缺乏最起码的这样的一种法律意识。你想想，你自己跟自己的女朋友在床上亲密的时候拍的视频，怎么可能给别人看呢？甚至还把这东西交给别人，让那个人去进行敲诈勒索，这种事情我个人觉得但凡是个正常人都做不出来，但是他是一个奥运冠军，他干得出来。那你说张继科是怎么培养出来的？我个人觉得中国的举国体制难辞其咎。中国的举国体制是混合着市场经济以及
这个专制政府的共同的利益。一方面，中国的现在的体育也市场化了，这些人得了过奥运冠军之后，会得到非常多的商业代言的机会，会挣很多钱。但另外一方面，他们又享受着政府保护作为奥运冠军、作为民族英雄的一系列的优待以及保护伞。你想想，别说媒体了，一般的这种纪检部门呢，包括法院呢、公安机关呢，对这些奥运冠军能轻易下手吗？不太可能吧，是吧？其实有很多这些奥运冠军呢，体育人才渣得很呐。这个张继科也并非个例呀，孔令辉咱们刚才说过了，那刘国梁也曾经代言过 P2P 呀。这乒乓球界的那个蔡振华，就我听到的关于他的那些腐败的事情，那都不止一起两起了，跟别人去澳大利亚打这个高尔夫，是不是？有人说一场比赛下来，有人就故意输他100万。我希望有关部门也去查一查这些人，别光查张继科呀。当然，张继科如果都查不了的话，这些人就更查不了了。应该说，中国的体育界就是一片烂污。不管他们在奥运赛场上得多少块金牌，我觉得整个中国的体育体制就是一片烂污。他们为了国家主义的这种荣誉啊，培养出来这些畸形的奥运冠军从事的这些事情，我个人觉得早就该改了。如果这个体制不改，会有更多的张继科干这种事情。当然了，至于能不能爆出来，我们就不知道了。但是现在，即便爆出来了，后续张继科会得到什么样的惩罚，会得到什么处理，我们也不知道。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